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曝杨紫所有活动暂停，疑因代言韩国品牌，小果出事牵连广泛。有网友透露，杨紫近期的活动疑似被禁言，不仅电视剧和综艺没有播出，线下直播活动和即将开始的官方代言也都暂停了，原因是她即将代言一个泡菜国品牌。相关帖子下，不少网友开始猜测杨紫这次会不会彻底翻身，再加上其他网友的夸张，营造出一种杨紫要被封杀的氛围。不过，品牌随后官宣了与杨紫的合作。就在大家认为之前的传闻不靠谱的时候，有细心的网友发现，杨紫和她的工作室已经很久没有认领代言了。看起来品牌方式自我放纵，不像是明星的正常操作。如此反常的行为，很快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好奇。事实上，这起事件似乎与泡菜国品牌有关，相关内容并非空穴来风。究其原因，还是与几年前的限韩令有关。当时韩流风靡全国，不少泡菜国艺人纷纷来到中国发展，却严重挤压了国内艺人的生存环境。但禁韩令几乎将他们全部赶出国门，国内娱乐泡菜国艺人在中国彻底消失。最近韩令确实有松口气的趋势，完全没有了之前那种追杀韩语的感觉。不然杨紫之前也不会和这个品牌商谈合作，只是她运气不太好，收紧了。这几天大环境不好，各方人人自危，生怕这把火烧到自己身上。更多的内幕信息不好交代，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涉及到的事情泡菜国都严查整改，之前谈好的合作只能暂时终止。而杨紫也算倒霉，刚好碰上了这场风波的风口浪尖。不仅是泡菜国的艺人，小果出事后，国内的娱乐圈也是如此。作为国内领先的脱口秀艺人公司，培养了无数脱口秀艺人，几乎涉足各个层面。这次事故直接导致相关综艺被2次审查，犯错好不容易出狱的艺人也再次被针对，已经定档的剧也暂时撤档，还有一些已经拿到发行许可的剧并且处于推广阶段也被禁止回去重新检查。至于什么时候能安全播出，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这些对杨紫的影响只是暂时的，说封禁完全是扯淡，不过是因为前段时间粉丝圈的互撕，再加上对方家道中落，趁着火故意折腾出来。杨紫进圈早些年青衣也算是红血青衣了，哪怕这2年转型做流量渠道，她也不会做任何降低自己身价的事情。孰是孰非还分得清，但毕竟她代言了泡菜国牌，那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所以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复习，粉丝们可以松口气了。由此看来，小果事件的长尾效应必然是无法避免的，娱乐圈有望迎来一场大清理。想前段时间爱某艺还发了新片招商启事，现在看来只能暂时埋葬了，什么时候能不能挖出来还是个未知数。不过这也是好事，内娱确实太自由了，不然小果也不敢这么大张旗鼓的当众犯错，还不如比什么都谨慎。或许正是因为这几年太放松了，所以才会有那么多艺人自己违法。从开始的电视剧服装妆容日化国化，到去年的敏感期公开发表不当言论，如今效果艺人随口调侃，一次次莽撞行径终于触犯底线，迎来这场大清洗，只能说是一锤子该锤的锤子。不过粉丝朋友们可能更着急一时，明星都在危险之中，粉丝也是。评测能不能找出几个黑苹果，我们拭目以待。杨紫家有儿女被恶意评分，大婚从8.1跌至7.7。我最讨厌的就是同人大战，对其他爱豆的作品一言不合就给差评。杨紫主演的家有儿女最新豆瓣评分不是5星就是1星，差评居多。还有杨紫之前盛世姻缘的豆瓣评分是8.1，现在跌到了7.7。一部剧是台前幕后多人共同努力的成果，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请不要把一些粉丝局限于所谓的粉丝圈，这似乎不是杨紫第一次被人恶意批评了。之前的长沙保卫战也被骂得很惨，让保卫长沙保卫战的作者和编剧直言不讳，也引起了热议，引起了一些粉丝的批评。是的，但粉丝不应该，这就需要粉丝互相撕逼，开始给其他爱豆的作品差评。不少网友表示，有多少人的童年记忆是在家生孩子？我和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一起长大，下雪、下雨、下冰，
不应该沦为饭圈战的牺牲品。这么优秀的作品，不该成为饭圈斗争的牺牲品。10几年前的剧就已经建立了口碑，恶意评分真的不应该太离谱等等。一天拍完所有哭戏，杨紫成选了锦觅，罗云熙却选了白敬亭，惊艳全场。杨紫的表情管理真的很厉害，即便是凝视，也能表达出悲痛和绝望，没有旁人手舞足蹈的丑陋模样。要知道拍香蜜的时候，杨紫一天就拍完了。哭戏全部拍完后，为了调动演员们的情绪，导演特地把虐戏集中在一起。结果杨紫哭了一天，直到去找主任，她才坚持不下去。导演赶紧安排杨紫休息，药品、鱼油等很快就安排好了。导演看了都心疼，他当初真的是选错了人。记得李沁、关晓彤等人来采访香蜜的时候，导演总觉得几乎没有意义。他心中唯一的女主角就是杨紫，但杨紫当时很犹豫，不想再接这种角色了。不过导演劝她先看看剧本再说。看过剧本后，杨紫被深深吸引，她连夜追了这部剧的小说，当即答应了导演的邀请。看完香蜜，她才知道导演当年说的是真的，杨紫被选中了。点，不是浓妆艳抹就能演反派的，一张无辜的脸照样能杀人。当年他连眉形都没改，就把黑化的润玉给玩活了。转身的霸气是腹黑至尊的标准长相，虽然润玉后来黑化了，但他的所作所为都让人心疼，这就是讨厌不起来的反派。然而你能相信吗？拍摄香蜜时，罗云熙并不是导演的首选，导演看中了白敬亭，第一时间给他发了邀请函，但是拿到邀请函的白敬亭却没有回复。原来当时找他的不止香蜜一人，白敬亭也在纠结接哪部戏，一个不被大家看好，一个是前途光明的阴谋剧。经过经纪人一番分析，白敬亭最终拒绝了香蜜沉沉烬如霜，导演只好另找人选。这时他看到了前来试镜的罗云熙，她风度翩翩，温婉如玉，有一种世家公子的贵气，这身姿神态，穿上古装绝对惊艳。导演决定请罗云熙来饰演润玉一角，而罗云熙换上戏服的那一刻，导演就一口咬定这就是书里走出来的润玉，让她演仙女。结果她居然亲自请了仙子，润玉真是万古白月光。02芒果 TV 公布肖战新剧4大看点，成了必看剧，肖战很强。近日，享誉全球的肖战新剧《梦中的大海》并没有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但这并不影响观众对这部剧的期待以及这部作品的诸多看点。其中，芒果台揭晓节目的4大看点，无疑成为了观众心目中必看的节目。值得一提的是，《梦中之海》还是强强联手，肖战搭档李沁宣扬正能量主题，值得期待。据悉，芒果台公布了肖战新剧《梦中的海》4大看点：超高人气实力派演员，青春热血，实力演员助阵，强大主创团队。总之一句话，就是这部剧是强强联手打造的佳作，无论是演员阵容还是题材，都无可挑剔。对于肖战来说，肖战是一个超人气、实力超强的演员。出道这么多年，肖战从来没有让观众失望过。从粉丝们的反应来看，大家都表达了期待和祝福。虽然网上传出要播这部剧，但最后还是受到了牵连，不得不重新审视。没关系，戏剧本身没有错，应得的。还是那句话，好剧不怕等，何况演员肖战的作品都是浪漫的事情。总之，祝福肖战。肖战是一个非常好的实力派演员，新剧新电影都在路上，尤其是《神雕侠侣》又是一个强强联手，享誉全球新剧，在拍摄过程中一定要顺风顺水。肖战是一个问心无愧的艺人，也是一个正能量偶像。跟随肖战的脚步，一起努力，携手并进，一起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肖战被曝怀柔集训平均每天10小时，粉丝直呼工作室拍特辑，马上开播。自从肖战公布了《射雕英雄传之伟人》之后，网络上似乎就没有他的消息了。还没开，好像官宣之后就把这个作品放在那里了。向上。不过，其实作为一部纯武侠剧，想要塑造好武侠英雄形象的演员是不能摆架子的。不想自己精挑细选的锅，竟在最后的放映中因为演技太差被人嘲笑，所以演员培训还是很有必要的。
肖战在内娱虽然出演的作品不多，但是他饰演的角色都被大家记住了。而让他走红的魏无羡这个角色，肖战也是经历过集训的。为了塑造《陈情令》中的各个角色，演员们全部进组训练，大家一起打铁丝、练陪练、练身体、打磨剧本。在此基础上，肖战吹笛子的技能甚至比其他人都多，这就是魏无羡这个了不起的存在。所以，虽然大家在《陈情令》的拍摄特辑中看到了肖战训练营的辛苦，但不心疼，反而松了一口气，为他作为演员对自己的高要求感到欣慰。现在，当粉丝们得知肖战正在怀柔的《射雕英雄传之大地》中进行武术训练，而且每天训练时间至少10几个小时的时候，除了隐隐约约的心疼，更多的是我替他高兴。毕竟，好演员遇到好导演不容易，遇到一个好的工作团队也不容易。剧组可以不赶如期拍摄，而是花时间在前期对演员进行培训，这既是对自己作品的负责，也是对演员自身的提升。毕竟他们真的很好拥有他。有了这些集训的经验和锻炼，以后肖战要是演这种需要技巧的角色，他的辛苦也会减少。没有人对肖战的训练不感兴趣，但他知道这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粉丝也绝不会打着关心的名义对肖战做任何事。只是在网络上，很多粉丝开始给肖战工作室打电话，希望工作室的工作人员能够重视拍摄肖战的训练场面，制作训练特辑和武侠特辑供大家观看。毕竟《射雕英雄传》的剧组肯定会把所有演员的训练场面都展现出来，也只有肖战的工作室才会把重心放在肖战一个人身上。据网上传闻，《神雕侠侣》将于6月中旬开机，所以肖战还需要20多天的训练。这种强度对于一项简单的工作来说已经绰绰有余了，但是对于武侠剧中的郭靖这个角色来说，肯定差了点。大概率是基本功扎实，更多的招式应该是吴志根据现场拍摄来调整的。4月，肖战的头发长度首次出现在《如梦似幻》的舞台上。之前肖战为欧莱雅 Pro 品牌做的广告时间长了一点，现在不知道过了多久，但肯定已经到了6月中旬。肖战的头发可以拍电影了，想到以后大荧幕上肖战版的郭靖的头发就是自己的，真的说不出是一种怎样美妙的感觉。肖战，我们好好训练吧，记得叫工作室的小伙伴拍特训集，加油！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